古典时代，我们从希腊城邦开始谈起，聊到希腊的文化、艺术与哲学思想，接着谈到罗马的兴起、鼎盛到重组与衰亡，以及基督教在乱世中扮演的角色。然后看一下印度在贵霜王朝与笈多王朝造就的辉煌。之后聊到中国从秦汉到三国，再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盛世。最后简单提了一点，日本从石器时代快速进入到城市文明。接下来我们得拉开中世纪的帷幕，一起来看一看这段时期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以及各个帝国王朝的兴衰。针对中世纪这个名词，一开始是15世纪的人们为了区分他们自己所处的年代是近代以及遥远的古代，于是在这两个时期中间冠上中世纪的称呼。本来中世纪常常被说是黑暗的年代，但随着考古的进展、学术的交流，这样带有贬义的说法已经渐渐被淘汰。不过中世纪这个词汇倒是持续沿用至今。我们可以把中世纪粗略分成前期、中期与晚期。前期大约是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到公元1050年，中期则是从公元1050年到1300年。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欧洲各国开始转变走向强盛的转折。晚期则大约从公元1300年到1500年左右。这个时期历经了战争、饥荒与瘟疫等危机，最终在各种思想碰撞与技术革新下走向了近代。而这样的时代划分是站在欧洲文明的视角来看的。如果从伊斯兰文明的角度出发，所谓的中世纪根本不是文明发展的中间期，反而是初期，或者说是从婴儿发展到青少年的阶段。而对于中国来说，在晚清跟西方思潮碰撞之前，多半都是用朝代史来做划分，之后则为近代史。大家好，我是克里夫。今天让我们把视线重新拉回到欧洲，先稍微简单回顾一下，在公元4世纪左右，日耳曼民族逐渐入侵欧洲，西罗马帝国在外部威胁与内部腐朽的压力下，在公元476年走向灭亡。东罗马帝国则是靠着商业贸易以及之后查士丁尼大帝的励精图治，继续让罗马帝国的荣耀能够延续。不过在他死后，原本罗马帝国的疆土便逐渐被3个势力给取代，分别是拜占庭、伊斯兰以及西欧在乱世中维护秩序的基督教。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先从拜占庭开始。关于拜占庭帝国的起始，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是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首都从罗马迁徙到君士坦丁堡后，这里就逐渐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中心。另一种说法则是公元395年，狄奥多西死后，将罗马分成东西两半后开始算起。还有一派是从查士丁尼大帝登基后开始计算。另外，拜占庭这个名词是后来在他灭亡后16世纪的历史学家所发明的称号。对于当时的拜占庭人来说，他们自称为罗马帝国，居民也自称为罗马人，而当时西欧国家则称他们为东罗马帝国。为了避免混淆我们之后都用拜占庭的称呼来继续聊聊。拜占庭帝国作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陷入动荡的混乱之中时，成为了抵御东方势力侵略的保护者。尽管它内部也有各种斗争与问题，不过却也挺立了1000年之久，替西方文明取得了能够喘息与崛起的时光。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对拜占庭帝国肃然起敬。今天我们从公元610年开始谈起。这一年，希拉克略登基称帝，开始了拜占庭面对东方一波又一波的威胁。首先威胁到他们的就是再度崛起的波斯人，也就是萨珊王朝，或者称为波斯第二帝国。萨珊王朝在霍斯劳一世的统治下再度走向强盛，并不断向外拓展。反观拜占庭则逐渐走向衰弱，所以在希拉克略继位后，拜占庭帝国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际。当时萨珊王朝不仅占据了叙利亚、埃及等地区，甚至还将基督教的圣物真十字架的残片给夺走，可以说
原本东罗马的领土大约有3/4都丧失了。在这样的绝境之中，希拉克略改革军事制度，将农田颁发给士兵，又透过海军维持粮食贸易，重新集结军队，对萨珊王朝发起了反攻。这场战争持续了20几年哦。虽然最后拜占庭帝国获得了胜利，并将十字架给夺回耶路撒冷，但这场漫长的战争也让双方都精疲力尽。俗话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就让后来崛起的阿拉伯人能够趁着双方衰弱之际，迅速拓展领土。公元650年左右，阿拉伯人几乎占领了原本萨珊王朝曾经夺走拜占庭的地区，然后又攻灭萨珊王朝，征服了波斯。面对在新生的伊斯兰教所凝聚起来的强国，拜占庭又再度面临覆灭的危机。公元695年到717年，希拉克略王朝走到末期，阿拉伯人派遣船舰从海上进攻，同时又从陆上发动攻势，海陆夹击君士坦丁堡。处于混乱且无政府状态的拜占庭帝国，依靠的是军事天才利奥的统帅，以及一种名为希腊火的秘密武器，才能成功击退阿拉伯的军队。这是什么神奇的武器啊？竟然能够扭转危机！所谓的希腊火，或者称为海洋之火，是一种可以在水上燃烧的液态燃烧剂。这种强大的火焰解救了拜占庭的燃眉之急。也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让阿拉伯人的舰队与军队遭到非常严重的打击，这才使得拜占庭能够再延续好几百年。从击退阿拉伯人到11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崛起之前，拜占庭帝国享有了一段黄金岁月，不仅把疆土再度拓展到顶峰，还对宗教进行改革，并针对古典文学展开研究，更在建筑艺术上留下了令我们赞叹的世界遗产。当然，再美好的盛世也总有结束的一天。公元1071年，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的曼奇卡特打败了拜占庭的军队，还俘虏了当时的皇帝罗曼努斯4世。惨败的拜占庭帝国又再一次遭到了灭亡的可能，而这一次就没有机会能够幸免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西方的兴起。一直以来拜占庭帝国都是不断抵御来自东方的威胁，但在曼奇卡特战争的同一年，被拜占庭称为诺曼人的西方人也把拜占庭从意大利半岛的南部给赶了出去。这个行为有2层意涵第一，这很明显看出西欧的势力正在兴起；第二，西方对于拜占庭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友好。不过即便如此，在面对东方越来越强势威胁的情况下，拜占庭还是转头向西方求救。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一世向教宗乌尔巴诺2世求援。这个举动展开了之后一连串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军事行动，也就是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在现今的各种影视作品、小说、故事等渲染下，给大众留下神圣且充满正义的印象。似乎欧洲人在信仰的号召下，一起来帮助东方的盟友，打倒远方的塞尔柱帝国，解放圣地等等之类的。我们这边不从特定的宗教立场来评论这个历史事件，而是单纯从拜占庭帝国的角度来进行解读。虽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确实夺回了小亚细亚，但之后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甚至在公元1204年第4次十字军东征，反而大肆劫掠了君士坦丁堡。这场讽刺性的悲剧，间接使得之后拜占庭走向了衰亡。从这之后，拜占庭帝国只能在希腊部分地区偏安，苟延残喘。面对更强大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已经无力抵抗。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在火炮的洗礼下，终于被攻陷。不过，这座堡垒并没有被战火给摧毁之后反而作为土耳其与伊斯兰文明的发展中心，被改称为伊斯坦堡，并延续到了今天。回过头来，我们重新检视一下，从公元476年开始算起，到公元1453年结束，东罗马帝国或者说拜占庭帝国，比起西罗马帝国又多于延续了将近1000年。虽然中间好几次差点都被灭国，但总能化险为夷。撇除强人领导与特殊武器，拜占庭文明
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能够让他们屡屡在困境中重获新生呢？关于这些，我们留到下一集再来跟大家聊聊。